呀！九九淡定地看天儿。齐元师兄，你的2个师妹最近酒不够喝了呀？齐元忙道：雨师还未能踏上修行路，年纪也又小，可不敢让他喝酒啊，尤其是仙人灵酒。九九眨眨眼，刚想敲李长寿竹杠的他，此时也禁不住泛起了少许罪恶感，连忙解释自己没给九雨师喝酒。一旁的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又拿出了一只宝囊，里面有美酒灵丹，自是早就给九九备下了。陪着师父在此地待了一阵，李长寿就与师父一同离开了。能够看得出来，师父已经是颇为满足。回去的路上一直低声喃喃：他竟喊我做师兄，哎，当真奇妙，呵呵，妙啊！李长寿委婉地提醒道：师父，您还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年轻一些，相由心生。齐元板起脸来教训道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师父是这般人吗？为师都已1000多岁了，他才多大？师父，你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。现在是这般，1000年后呢？2000年后呢？3000年后呢？师父是不是感觉能接受了？齐元不由一愣，却是颓然叹了一口气，摆摆手，驾云而去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转身回了丹房。随师父去吧。李长寿继续思索路押之事，这事儿啊，就跟自己渡劫一样，若是没有9成8的把握，最好还是不要主动出手。但是自己不出手，不代表路押不会对自己出手。李长寿回到地下密室，看了一阵墙上挂着的稳字，又看向了一旁刚挂上没多久的灵宝图，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问题。而自己现如今道境已经提升得十分缓慢了，顿悟差不多要隔半个月才能来一次，灵宝确实是提升自身、充实自我的便捷路径。坐在书桌后，李长寿拿出一摞摞的纸人，开始制作最新版本的纸道人，提笔在这批纸道人背后写下一个个宝字。半个月后，20多只实力堪比天仙境后期的新型纸道人整整齐齐地站在桌面，对着李长寿齐刷刷的敬礼。李长寿打了一个响指，这些纸道人同时转身跳到了一旁车字纸道人的双肩背包中。车字纸道人摇身一变，化作一名妙龄少女，施展土遁消失不见。开工。丹房中，李长寿坐在丹炉前，注视着那几团正在轻轻跳动的炉火。部分心神驾着车夫纸道人翻山越岭，朝着南赡部洲赶去。如果是在鸿蒙出辟时，鸿蒙遍地是宝物，随便走2步就能捡到一点先天的东西，毕竟当时整个洪荒都是先天道而生。但是现在洪荒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元会，一波又一波大劫不断的落下，先天生灵、龙凤、巫妖、人族度过了几个大世。没出世的先天灵宝就如同圣人老爷一般，是真正的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也不对，在洪荒，凤毛麟角的收藏者应该有不少。如今要寻宝物，首选应该去中神州，遇宝的几率比较大。但是李长寿并不想毫无目的的乱碰机缘。就如自己最初赚万灵云老爷子的好感，便是通过精心计算、仔细研究，而后投其所好，预埋伏笔，最后得到了护道用的毒经。寻宝也是这般，必须要细细谋划才行。首先，他写了一本寻宝行为规范守则。这本手册的核心只有3条：计算好因果得失，考虑好良心问题，不能给人教丢脸。其次，要确定一个主要奋斗目标。李长寿这一次主要找的就是赵大爷命中煞星排行榜稳占前3的宝物——落宝铜钱，或称落宝金钱，
第三，他需要一个完善的计划。寻宝指导人团出发之前，整个寻宝计划都已经做好，又为此耗费了10多卷画布布帛。还好最近不需要制作新的白眉老后图和秋宫图，这些布帛用了也就用了。而除去以上3点，李长寿还有第4手准备，即就算一无所得，也不要心痛痛自我安慰疗法。这次李长寿也没几分把握能够寻找到落宝铜钱。寻宝指人团还没有出发，就已经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准备。空手而归，只要不沾染因果，这波便是不亏。沾染因果毫无收获，那才是亏大了。落宝铜钱乃是某位人族人皇所做的铜钱样品，即洪荒最早的2只铜钱，得了天道功德，颇有灵性。李长寿手中有2只铜钱，与落宝铜钱就有很深的渊源。他们是人族第1版铜钱，其上有少许功德之力，差不多算是落宝铜钱的儿女。所以这一次还是一场铜钱寻母之旅。李长寿当真想去兜率宫中拜一拜，捧着自己的2枚铜钱，对着老君喊一句：老君，请您可怜可怜这2个孩子吧，让他们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吧。开玩笑。落宝铜钱可以用来卜卦，但它们最强的功效便是能落先天灵宝。而落宝铜钱的高光时刻，就是在封神亮劫中拐走了定海神珠。那时因石天君死伤数位而出山的赵公明，仗着定海神珠横扫阐教数位高手，又追着燃灯副教主一阵猛打。打着打着，燃灯逃到了武夷山，遇到了2个蹲在角落中下棋的老头。这2个老头定睛一看，哎呦，堂堂阐教副教主竟然被人痛殴，顿时就想上前巴结，祭出了落宝铜钱来对付赵公明的定海神珠。落宝铜钱这么一出，定海神珠、缚龙锁顿时就被铜钱给拐走了，让赵公明是措手不及，只能够干瞪眼儿。赵公明急忙去抢夺，顺手将这2个老头中的一位鞭打死了，但是因为失了定海神珠这般重宝，自身也被燃灯逼退。而自那开始，24颗定海神珠就落在了燃灯的手中，燃灯大概也就有了叛教的底气。顺带一提，2老头，一个名萧生，一个名曹宝，在原本的封神故事里，后来上了天庭，成了赵公明的手下，也就是昭宝天尊和纳真天尊。更后面的天庭趣事，李长寿就没有听说过了，应该也会很精彩才对。且说搜寻落宝铜钱之事，要找落宝铜钱，就首先要考虑找到落宝铜钱的封神大劫原本持有者萧生与曹宝。洪荒的武夷山在哪儿呢？李长寿查了几本不同来源的中神州地志，都没有找到武夷山的影子，反倒是在南赡部洲找到了几处名为武夷山的所在。仔细思索，封神大劫主战场应该是在南赡部洲，当时赵公明追打燃灯也应该是在那个范围。而从这个角度去考虑，萧生和曹宝不像是真的偶遇，那场戏有可能彻彻底底就是燃灯老道的算计。这个问题李长寿也必须要考虑清楚。如果自己真的拿到了落宝铜钱，会对封神大劫有什么影响？赵公明是被陆压的定头七剑书咒死，与落宝铜钱虽然有关系，但是关系并不算太大。当时赵公明失了定海神珠，又借来了金蛟锏，同样是压着阐教一方打，这才有了定头七剑书出场的机会。但是自己取走落宝铜钱，就少了赵公明因失了定海神珠去三仙岛借宝之事。那云霄仙子或许就能与封神大劫少几分牵扯。不过赵大爷只要身死，该上头的估计还是会上头，这个问题依旧很难解决。寻宝指人团出发7日，就已经探查到了南赡部洲几处与武夷二字有关的所在。果然与李长寿所想的一般，那里是俗世，
并没有炼气师的踪影。而稳妥起见，李长寿控制着指道人在那些地方仔细地搜寻了一番。那2枚防推演出版铜钱，李长寿也让寻宝指道人带上了，增大一些遇宝的几率。但就是这般，在南赡部洲依然是毫无所获。既然这条线索不通，只能从其他几条线索入手了。李长寿轻叹了一声，熟练地掌控着炉火，心底体会着承担之妙，控制着寻宝纸人团改道去了中神州。现在距离封神劫难不知还有多远，李长寿也没有看到太多封神劫难的预兆，南赡部洲没有玄鸟生商这般大事发生。而在洪荒中，时间刻度大多都是以千年、万年来计算。剩下的几条选项中，最靠谱的有3条：甲，搜查草宝萧生的下落；乙，探寻有关落宝铜钱的传闻；丙，找自家大法师帮忙推算一番落宝铜钱的下落。甲和乙肯定是要做的，但是丙就有些麻烦了。自己寻宝这种事都要让大法师出手，当真是有些不太稳妥，容易让大法师觉得自己是在变相的讨要宝物，影响自己在大法师那里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优秀弟子形象。于是李长寿在甲乙失效时，只能选择丁选项，也就是借玉帝陛下的名义去火云洞拜访人族先贤，探寻人与天庭和谐相处之路，顺便打听一下落宝铜钱的下落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李长寿的寻宝指道人团一直在神州各处寻寻觅觅。为了提高效率，20多支寻宝指道人分头行动，以编纂洪荒灵宝谱为名，搜寻各类传闻，探听百般消息。但是最终只是搜集到了一堆自己听都没有听过的灵宝讯息，却毫无落宝铜钱的下落。反倒是洪荒灵宝谱搞得像模像样，快能成书出版了。曹宝萧生这哥俩同样也是仙踪袅袅，不知道该去哪里寻他们。这半年虽然说并不是做了无用功，但是这般收获依然让李长寿有些郁闷。没办法，这年头去寻宝啊，就是如此困难。去火云洞吧。也没多耽误，李长寿在天庭的海神指道人离开海神府，驾云朝着凌霄宝殿而去。提起这个火云洞，就不得不提洪荒著名老好人，各版文字经中的经典反面教材红云老祖。红云老祖被鲲鹏偷袭，重伤投胎转世之后，火云洞就闲置了下来，后来成了人族三皇五帝成圣后的归隐之地。三皇五帝的圣为圣贤之意，与洪荒圣人自然不同。李长寿早年听闻过这般说法。紫霄宫讲道后，红云得了一道鸿蒙紫气，但是因为紫霄宫红云让座给西方二人，鲲鹏被逼无奈只能跟着让座之时，鲲鹏失去了成圣的机缘，而红云老祖也因此被妖师鲲鹏偷袭。红云老祖重伤垂死之时，幸得三清老爷与镇元子出手阻拦鲲鹏，让红云老祖逃出了一缕魂魄，去了六道轮回盘中酝养。那道鸿蒙紫气也被道族给收回了。待巫族落败，人族兴起，三皇出世，五帝归位，人族一举成为天地主角。据传闻，红云便是转世成了神农氏。那道原本属于红云的鸿蒙紫气被分为8份，由三皇五帝同享成圣之机缘。三皇分得稍微多一些，而五帝则分得稍微少一些，所以三皇五帝并非圣人，却又跟圣人擦着边儿。他们是人族气运的基石，也是人族的底牌。非人族面对生死存亡而不会轻易现身。现如今天庭荡兴，人道本就是在天庭的管辖之下，借玉帝陛下的名义去火云洞拜访人族先贤，本就是合情合理之举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会给李长寿增添任何因果，说到底他只是奉命前往罢了。
玉帝呢也是挺好糊弄的，玉帝呢也是通情达理的，对李长寿提出的这般提议自是完全赞同。玉帝写了一封信，言说自己现在为主掌3界之天地，今后呢会对身为天地主角的人族颇多关照，顺便也希望人族方面能够支持一下天庭的工作，在人族开展祭祀天地与天庭之事。人族与天庭有了矛盾就及时沟通。带着这封信以及玉帝陛下的叮嘱，李长寿请东木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便出了天庭，朝着中神州的火云洞而去。然而李长寿的海神指导人刚驾云飞到中神州的上空，一缕吵扰之声便惊动了自己的本体。李长寿分心看了一眼，随之便略微皱眉。他将海神指导人落在一处山林中，施展土遁，直接去了地脉附近，将大部分的心神回归到了小琼峰上，快步出了丹房。破天峰上的钟声响起，有3股金仙境气息冲天而起，各峰也飞起了道道身影。丹顶峰上，万林云长老带着2名门内长老现身，而小琼峰灵兽圈旁，九九匆匆地叮嘱了灵娥几句，让他照顾好九羽狮，就抱着大葫芦赶往山门。这钟声便是代表着玉笛。李长寿倒是不急，驾着一朵白云，慢悠悠地朝着山门而去。现在这种情形与他此前所预料的差不多。渡仙门向南3000里，一只巨大的木船破空而来，周围飘着七彩烟雾，木船各处张灯结彩，其上都是一些模样俊俏的男女，各自的打扮却都是有些最低有伤风化，最高不堪入目啊。李长寿仔细地看了一阵，随后在心底一阵正义的批判，哎呀，过艳艳俗，这些家伙自然就是九巫师伯此前提到的背景异常复杂、有功德傍身的那只妖族。